一连好几日，九月出门都有种大佬出街的感觉，身后跟着4个人高马大的护卫。九月很是无奈，毕竟他可是希望那什么老石子的惠王赶紧出现。这种幕后大 boss 解决了，不就大结局了吗？就鹰眼和太子护卫队这些人，简直比土匪还魁梧的身形，谁敢上前来掳人？我怎么钓鱼啊？所以就连踢带踹的，先把蒋旭南给踹走了。不是不想踹鹰一，主要是鹰一不愧是带鹰字的，那逃起来飞叉叉的。而蒋旭南属牛皮糖的，要不是看到季青的死亡视线，他能扒了9月的腿毫。今儿个正好轮到鹰一跟着，蒋旭南十分哀怨地站到大门口，看着9月带着鹰一出门。鹰一大摇大摆的，就差把眼睛放到头顶上了。我要出门去药铺，二嫂让我去买药材，蒋护卫可要一同前行。季姑娘既然诚心相邀，蒋某也不好驳了季姑娘的意。今日蒋某就和季姑娘一同去药铺吧，也帮季姑娘长长眼。不是，你自己听听这话离谱不？谁诚心相邀了？都说是假的意思，怎么会有人脸皮这么厚呢？唉，罢了罢了，就当多了个干苦力的。本以为季家有个9月就已经很让人意外了，季有勤的能力也令人刮目相看，手里捏着张单子，在各个药铺之间辗转，和掌柜的打着机锋，还能迅速地判断出药材的品质有无掺假。遇上那些倚老卖老欺负人的掌柜，一张巧嘴叭叭叭的，丝毫不落下风。季有勤和他见过的那起子御史只会嘤嘤嘤的大家闺秀，那真是完全的不一样啊！飒爽不撒泼，蓬勃不毒辣。2个人正准备穿过小巷子，刚走到一半，就看到地上躺了个衣衫褴褛的男人，披头散发的，看不清楚长相。以为季有勤会上前去救助，结果季有勤比他还要目不斜视。路边的男人不要钱，容易对你以身相许。每个字我都听得懂，怎么连在一起就听不懂了呢？他脚上穿的是大齐五品武将的军靴制呀。季有勤看了看地上那一坨，或许是惠王又替换了个五品武将，地上这个是被灭口的。蒋旭南手轻轻放在了剑上，准备随时出剑。待会儿你就躲在我身后，千万不要冒头。扭头看了一眼，身后空无人烟。再往巷头，至少隔着好远的距离，那墙边探出个小脑袋瓜来，不是季有勤还能是谁呀？倒也不必如此。流浪汉的眼睛倏然睁开，五指成爪，猛地抠向蒋旭南的眼睛。许是用功过度，气血逆转，人软塌塌的往地上倒。沈六，沈六！他从未触碰过人身体都有坑坑洼洼的感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季姑娘，怎么了？他是沈六，沈将军第6子沈宗彦。你在等什么？他气息太弱了，得去医馆。公主他身上的肉好像被剜了很多，普通医馆能治吗？你等我一下。蒋旭南还未反应过来，季有勤已经跑向了他们来时的路。没多大会儿，2个身强体壮的男子跟在季有勤的身后跑了过来。季有勤不敢轻易扎针，毕竟技术还不到位。你去沈将军府告知事情的始末，让他们多准备些银票，切记要银票。二嫂不是那等子见死不救的人。不是见死不救的人，那准备银票是？9月正和英一在大街上晃悠着招摇过市，还没有晃到一半呢，暗月阁传来了信号，速回。攀爬着周边的楼和屋子，没一会儿就消失在了大街上。不是大人。少卿很快交代了事情。9月听到沈家第6子刚跨过门槛，只见那马车还未停稳呢，就看到沈夫人几乎是滚着出了车厢。夫人！2人抬眸，一眼就看到了站在门口处的9月。对于9月，他们沈家真是以命相报都不为过呀。生了4个儿子，3个都是9月救下的。沈夫人急切的几乎失声。小六他。沈将军，我也刚到呢，还没看过人。是老朽。知道9月的脾气，生怕惹了9月的不快，9月就不愿意救治了。行了，进去看看人再说吧。管家手里捧着个箱子，连忙跟在了身后。9月余光扫到了一眼，本来还因为动用暗月阁叫他回来有些不满的情绪也瞬间没有了。
没过多久，季义清和季昭眠连带着太子都一同到了。9月进屋的时候，季家3个小丫头正在有条不紊地清理沈宗彦。3个小姑娘一边清理一边内心震撼，却又要忍着想要吐的感觉，不停地告诉自己：沈住，沈住，这是英雄，是保家卫国的英雄。不怪3人要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实在是沈宗彦浑身上下几乎没有一块好肉，蒋旭南摸到的坑坑洼洼是真实的。燕儿，不要打扰了公主。夫人，阿嫂，怎么样了？3人谨慎地摇摇头。9月嗯了一声，因为沈宗彦如今的情况一看就是有些特殊，所以9月的手从沈宗彦的头皮开始顺着往下，刚一触到沈宗彦的头皮，9月的手微微一顿，是银针，有银针插在了沈宗彦的头上。9月没有立刻就拔掉，面上也没有多大的反应，只是暗自记下银针所在的位置，顺着再次往下检查，直到全部检查完，又再次摸了摸沈宗彦的脖颈处，这才算是整体检查完了。想起沈将军，还有相识的沈宗生和沈宗年，9月第一次有了同情和怜悯之心，这是对相熟的人，也是沈将军一家用真心换来的。太子看着9月，又看了看床上几乎没有人形的沈宗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北蛮那边的挑衅？季义清和季昭眠也和太子有一样的感觉，是试题。众人面面相觑。9月刚要开口，季义清看到摇摇欲坠的沈夫人，轻轻在旁人看不到的地方拉了拉9月的袖子。9月疑惑地看向季义清：有清啊，你先带沈夫人下去洗把脸，不然少将军醒来看到怕是会担心的。一看沈宗彦的样子，就知道是遭了大罪的。沈夫人若是听到，怕是会受不了。有道理有道理，夫人你快去洗把脸。那人胆子小，怕会搅扰到公主，见笑了。作为一家之主，谁都可以倒下，但是他不可以。他受过刑，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沈将军藏在袖下的手猛地捏紧，眼眶瞬间就变红了。若是旁人说吃过苦受过罪，沈将军或许会觉得他在夸大其词，但9月都说他受了很多苦，沈将军都不敢想象小六到底经历了什么。9月，你说这是试题是什么意思？9月觉得太子哪壶不开提哪壶，但一扭头就看到沈将军目光灼灼地看着他。9月看着那双眼睛，脑海深处出现了一双相似的眼睛，那个曾经收养过他的将军。9月看着那双眼睛，脑海深处出现了一双相似的眼睛，那个曾经收养过他的将军。怎么会有人的信仰不是神佛，而是一个国家呢？怎么会有一个人对一个国家的爱意深沉浓郁的令人动容？众所周知，惠王双腿残疾是小时候落下的毛病，具体是怎么受伤的谁也不知道，但这么多年的伤，惠王的双腿肯定早就已经萎缩变形，瘦得没有人形，想要恢复基本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想惠王自己也十分清楚这件事，所以惠王弄了一个没有可能会被救活的人来。不可能救活。9月看向沈将军，因为这个朝代并没有现代的仪器，所以想要救活沈宗彦谈何容易。9月根本连沈宗彦的生命体征都没有办法判断了。他是会医术，但他又不是神仙，不可能想说救谁就救谁的。我只能试试了。他的头皮里被钉入了4根银针，根据我的判断，这4根银针会让他精神紊乱，身上被下了至少10种毒，这10种毒相辅相成，在他体内达到了一种诡异的平衡。若是我只单单解了其中的1、2种，或是解了其中9种，最后的那1种也会立刻要了他的命。况且他还被下了蛊，谁也无法确认他醒来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沈将军，这样你还是要我救吗？听着9月的一字一句，众人这才知道9月为何说沈宗彦遭的罪是试题了。难怪这么久了惠王都没有出手，实在是我们想得太简单了，以为9月不管是出名还是不出名，惠王都可能会直接将9月掳走，却从未想过惠王会如此试探，然后转由看到结果才会真正的相信
这件离谱的事情。沈将军扭头看着床上呼吸微弱的机不可闻的沈宗彦，能活，谁会想死呢？沈将军往后退了一步，隔开和九月的距离，而后撩开长袍，郑重地往地上一跪。季青等人急忙侧开身子，就算沈将军这个跪不是跪的他们也受不起的。砰的一声，九月站在沈将军的正前方，生生地受了这个礼。他九月受得起这个礼，哪怕是3跪9叩，他也受得起。烦请公主一事，不管结果如何，都是我儿的命数。说着，沈将军磕了个响头，然后起身看向身后的管家。管家立刻将捧着的木盒子递到了沈将军的手里。沈将军双手举过木盒，小小礼物不成敬意，望公主笑纳。沈将军真是把九月给拿捏得死死的。九月丝毫没有心理负担地收下了盒子，傲娇地转身就走，边走还悄咪咪地打开了盒子。哇塞，全是银票，真不愧是将军府，随时随地都能拿出这么多的银票来。其实也不怪沈将军，自从知道了九月喜欢银票以后，沈将军家里随时都会准备一盒银票。毕竟是武将，谁知道什么时候就受伤没了，有银子在手稳妥些。九月这人不好懂，有钱没钱似乎并不是他救人的基本。毕竟在平太县，他缝补那小兵的时候分文未取，可能就是一个有钱有势往死里薅，没钱没势的就薅人，比如少卿。沈宗彦身上的银针和骨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九月第一天就搞定了，难的就是给他解毒。但就沈宗彦那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样子，解毒还得看他能不能承受。所以九月这段时间就一边给沈宗彦调养身子，一边制作解药。得制作一种能同时解10种毒的解药，有些难啊。九月只能窝在府里，毕竟要随时查看沈宗彦的身体特征。吃人嘴短，拿人手软。呵呵，这不是那苏成吗？明年开年，季家3兄弟就要去考试了。这段时间众人看似面色平静，其实都很是小心翼翼。沈眉是最着急的，本来都在相看人家了，结果季婉乔和季周野非要考试结束后再相看，还指着季昭眠说：娘，大哥都没有成亲，我们也不能成亲。坏榜样。九月正要转身，就见季昭眠带着身穿劲装的小姑娘往正堂去。呵呵，这不是那苏成吗？九月眨巴眨巴眼睛，然后就直接追了上去。季青在书房处理案牍，处理了好久，正在休息时间，就想着去找九月亲香亲香。季昭眠很是无奈地看着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的九月，季青3步并作2步地赶上去。哎呀，九月，看热闹不是贴着人脸看的呀。倒是苏成被九月嗑着瓜子儿和闪着八卦的眼神看着，也丝毫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适，给九月行了个礼。九月抬手，起来吧。季昭眠对着苏成很是不好意思地眨眨眼睛。他俩这算是在明目传情吗？瞬间，季昭眠急得嗓子都劈叉了，弟妹和公主都不喊了，此生最大胆的大声喊了一次：九月！啊，吓了我一跳。九月假装的拍了拍胸口，而那季昭眠一张脸涨得通红，连带着脖子处都红了。若不是这个朝代不允许裸奔，季昭眠应该全身都是红的。苏姑娘不要见怪，弟妹她……谁知苏成只看到季昭眠通红的脸，觉得稀奇，又觉得季昭眠好可爱。我希望是这样的。哎呦，有点勇啊，这姑娘。而季昭眠像是被施了定身术，眼睛里只看到了苏成。哎呦！九月十分嫌弃地看了一眼季昭眠。那天季青说他了，说他怎么看不出季昭眠对苏成有意思呢？你们兄弟俩那么聪明，怎么看不出来苏成也喜欢季昭眠呢？要是不喜欢，一个姑娘哪里会登季家门？这俩棒槌还得看我的。看他的直球一出，人苏成也丝毫不扭捏，反倒是季家兄弟被一句话硬控了。你不行啊，这都几个月了，你不会什么都没和人说过吧？这，你容我缓缓，我刚才是在做梦的吧？是吗？
苏成看着九月的眼睛亮晶晶的，早就听过九月的种种壮举，也因为九月的存在，大齐女子比以前的地位高了不少。也因为九月和姬昭眠的存在，苏阳这会儿已经去了户部，而他被特聘成了大理寺的顾问。虽然不知道顾问是什么，但我相信这么新颖的说法肯定是这不走寻常路的旭玉公主所言。你说我今日不挑明了，他能找得到媳妇儿吗？苏成知道九月从不藏着掖着，苏成也想成为九月那般的人。苏成珍重地接过九月手里的瓜子儿，九月立刻凑到苏成的身边，两人对面就是无奈失笑的季青和呆头鹅般完全没了主意的季昭眠。哎，你知道他心悦你吗？有感觉。我表现的有这么明显吗？所以你说我今日不挑明了，他能找得到媳妇儿吗？苏成虽然知道九月坦率大方，倒是也没有想到九月这么勇猛。找得到的，就算他不说，我也会主动告诉他的。所以我这2月小心翼翼、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生怕被人发现，其实人早就知道了，是吗？真好呀，我媳妇儿给大哥把媳妇儿找回来了。大哥真是没用。弟妹，虽然人家说了，但是媳妇儿可还没有真正的成为我的媳妇儿呢呀。季青感觉他大哥快要裂开了，眼看九月还要接着吐槽。九月，我眼睛好像有些不舒服，你帮我看看吧。说着，修长的手指不知怎么的就钻进了九月的袖子里，轻轻地顺着九月的掌心摸到了九月的手腕。九月瞬间什么都忘记了，哪还记得要吐槽季昭眠的事儿？哪儿呢？哪儿不舒服？但话语里暗含的兴奋的调调，让季昭眠觉得自己真是罪过呀。既然需要靠弟弟牺牲色相来助他脱困，殊不知季青扬起的嘴角都快要和太阳肩并肩了。毕竟九月这段时间为了给沈宗彦解毒，冷落了他3天了，谁能忍？他学了至少几10招，好不容易能施展一招，谁也不能阻挡他，谁也不能。季昭眠在原地抬手伸腿，然后不知道干什么。走吧，我们去院子里。接着季昭眠就同手同脚地往前走了，像是刚驯化了自己的4肢，一个踉跄险些摔倒。瞬间季昭眠人整个都红了。我呢？结结巴巴支支吾吾的，什么都说不出来。季大人也心悦我吗？季昭眠真是没什么出息，只感觉自己要热化了。是，我心悦于你。那苏成，静候季大人。具体静候什么，2个人心知肚明。季昭眠感觉天空都亮了不少。直到苏成走了不知道多久，季昭眠还傻呆呆地站在院子里傻笑。季青本想和九月亲香亲香，谁知还没有进入正题呢，下人就来到沈宗彦那边，似乎是出了点什么状况。九月撩起袍子就出去了，徒留季青在床上凹造型，凹得体酸，满脸怨念的在宅子里溜达。娘，你在这干什么呢？哎呦，你吓死为娘了！娘是在干什么呢？为什么要鬼鬼祟祟的看大哥？娘刚刚看到个小姑娘和你大哥说话，你大哥是有喜欢的姑娘了吗？大哥会告诉您的。自古以来都是父母之命。娘是看上了哪家的姑娘吗？没有没有，我就是这么顺嘴一说。还不是你们成婚这么久了也不生孩子。娘，苏若谨慎地闭上了嘴巴，四周看了看，还好九月不在。若是九月不想要孩子，季青也无所谓，他能遇到一个九月已是十分的不容易，哪还敢奢求其他呢？娘啊，生孩子也好，不生孩子也好，这都是九月自己的意愿，你不要到他面前去说这件事儿。我哪敢呀，真是有了媳妇儿忘了娘，真是有了媳妇儿忘了娘，这老二就是个典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相比起生孩子相夫教子，九月做的都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儿。所以说，与其让九月生孩子，我更想九月能做自己想做的。我也就是顺嘴那么一说，没有想过要和九月。苏若其实早就把自己给劝好了，
遇上九月，若是九月不愿意生，那季忆清这辈子约莫是不会有孩子了。所以他这才把关注点放在了季昭眠的身上了嘛。结果季忆清那长篇大论一出来，说得他脑瓜子嗡嗡嗡的。季忆清看季昭眠那一脸失魂落魄的模样，总算是知道为何有时候季昭眠格外看不惯他了。就那乐得跟个傻子似的人，真的是我永远运筹帷幄、风光霁月的大哥吗？真不是哪家的大龄智障孩子放出来了？季忆清走上前，轻拍了一下季昭眠的肩膀。大哥。季昭眠猛地回神，抬手的动作竟像是要擦口水。他应该不至于是这样的吧？季昭眠若是知道季忆清的心理活动，大概率会回一句他俩就是半斤八两。我得好好问一问，这都城成婚可有什么讲究，哪一个流程都不可以少。说着，季昭眠两条腿倒腾得飞快，眨眼间就窜出了院子，徒留季忆清一个人在原地目瞪口呆。啊，真不愧是被九月治好的腿，跑得就是快。但想起季昭眠的话，季忆清整个人的情绪瞬间就沉了下来。三书六礼、三媒六聘、八抬大轿，他一样都未曾给过九月。九月不是自愿成为他的妻的，以九月的相貌和能力，只要他想，世间男子随他挑，最后却嫁给了他这么一个无权无势、什么都没有用的男人。午夜梦回之际，九月是否会觉得我太无能了？九月悄咪咪地打开门，任谁在兴头上被搅扰，心情也不会美好。九月总有种有些对不起季忆清的感觉，是以这会儿偷感十分的重。悄无声息地打开门，就见到季忆清垂着眸子坐在榻上，整个人像是被悲伤浓郁的氛围给裹紧了。九月心一紧，不至于吧，我就是没那什么成嘛，但这段时间确实是有点冷落他了。九月难得的有些不好意思，季忆清听到声音抬起头来，眸底的悲伤正好被九月给看了个实实在在。吃不饱原来这么可怕的吗？我都把人给饿成什么样了？想到此，九月屁颠屁颠的上前，季忆清愣了一下，站起身将九月给接了个满怀。还来不及说话，九月小嘴一撅就凑上来了，一边热情地吻他，一边脱他的衣衫。这是九月独有的安慰方式，季忆清倒是受用的紧。不管九月有再多的选择，至少在这一刻，九月满心满眼的都是我。九月是明亮的晨间阳光，能短暂照亮我就已经足够了，哪里还能奢求永远拥有呢？季忆清在和九月相处的时间内，早就发现了一件事，九月的来历成谜，或许某一日就会如他来时那般消失。季忆清没有那个自信，九月会永远待在他的身边。是以季忆清把自己给劝好了，只是想起他和九月连婚服都未穿，还是觉得很对不起九月。大哥约莫只是要成婚了。都什么时候了，你竟然在这个时候和我提大哥？我只是想起我们成婚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一纸婚书，太委屈你了。其实婚礼不婚礼的，对九月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他又不在乎这些。但若是九月贴近季忆清的耳朵，大婚就算了，真想补偿我的话，我记得箱子里有一套红色的，透透的，你若是什么时候愿意穿上了，捆着给我瞧瞧，比大婚更让我高兴。季忆清脸瞬间就红了，被子一裹就将九月罩在了里面，开始了又一轮征战。二弟，你买这么多红绸做什么？还鬼鬼祟祟的不让我看。刚下牙，季忆清就被跟狗撵似的上了马车，惹得今早同车和季忆清一同去上牙的季昭眠在后面两条腿都险些跑断了，让他腿着回来的。糟糕，我把大哥给忘记了。还真是半点都不觉得意外。他就是故意等在门口的，就想看看他这个弟弟又搞什么幺蛾子。然后季忆清做贼心虚似的，捧着手里的东西急匆匆地往院子里跑。大哥成婚后就懂了。直到某日，九月比前一日早回房一炷香，院子里没什么下人，结果就看到了没关严的窗户缝里透出了一抹红来。九月好奇心起，季清在屋里干什么呢？悄悄凑上前去，
这一看，鼻血都差点流出来了。季青一身红衫，薄如蝉翼的料子让季青本该遮住的地方完全没遮住，那种若隐若现欲露不露的样子，险些让九月兽性大发，直接进去把季青给办了。要不是看到季青在那扭扭捏捏的照铜镜，每每看到铜镜里的自己，季青就双手捂脸。该死，捂着脸的羞窘模样，简直可爱的要命啊！随后季青把红衫小心翼翼地脱下，再放到箱子里。九月看到箱子里不少红色的东西，甚至还有红色的喜字在箱子的盖子内侧。原来是真的觉得委屈我了吗？所以想要补偿我，还我一个正儿八经的洞房花烛夜。九月还能怎么办呢？当然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等着季青给他惊喜了。又过了2日，沈宗彦的解药总算是被九月给研究出来了。说起来，这还真得多亏了惠王让花奴这个毒人来了大齐，很多毒九月都在花奴的身上看到过。若是九月没有猜错，那惠王也是想要把沈宗彦给弄成毒人的吧。一颗解药喂下去，不过半刻钟，整个屋子就开始散发着奇奇怪怪的恶臭。九月嫌弃的直接出了屋子。给他擦洗一下，1个时辰后毒素差不多就能全部排出体外了。阿嫂说了，这毒世间罕有，我们自己收集了就可以给我们自己研究。季小丫和季小雨忙着把收集的毒素拿回了他们的药房。季有情塞着鼻子去收集沈宗彦脸上最后排出来的那么一点点的毒素，正刮着眼皮呢，就感觉到沈宗彦的眼皮抖动了一下。而蒋旭南迈步进屋，例行每日一问：好些了吗？随后睁开眼睛的沈宗彦，眼前看到的分明是一个布条塞着鼻子都难掩明艳的小姑娘，结果就在她跟前，小姑娘就见鬼似的变成了一个5大3粗的汉子。我就是睁眼睛慢了一丢丢。沈宗彦又闭了闭眼睛，再次睁开眼，还是那个5大3粗的汉子。他是你的救命恩人。啊？我是吗？季姑娘，你这是在干什么呢？二嫂说路边的男人不要捡，但若是逼不得已捡了，也千万不要在他醒过来的时候和他四目相对。沈宗彦活死人一样的躺在床上，本来还想说他还瘫着呢，你们俩能不能先不要聊天啊？为什么呀？为什么呀？二嫂说，当这个被捡回来死里逃生的男人突然醒来，看到面前的人就很容易产生情感，会想要以身相许。蒋旭南嗷的一声往后退了一步，惊恐地看着躺在床上连动一下都困难的沈宗彦。啊，那你刚刚……不要以为我躺着就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我是躺着，不是死了。所以他醒过来看到的第一个人是你，要以身相许的人也是你。蒋护卫，你好有福气啊！不是，真没人在意我一个刚经历生死的人的死活吗？好歹问问我这个当事人要不要以身相许啊！哎呀，旭玉公主这一天天的，到底给季家人都灌输了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不过为什么我觉得好有道理啊？这沈六直勾勾盯着我的样子，该不会真的要对我以身相许吧？眼看两人自说自话的都快要说到聘礼彩礼的了，沈宗彦觉得他要是再不开口，或许就要做一辈子的哑巴了。你们是谁？沈六，你不认识我？我们还一起去过书院呢，你竟然不认识我？求助面前这两个人不知道有没有用，他们应该不会觉得我是因为想要以身相许不成功而使的计谋吧？谁是沈六？蒋旭南愣了，随后季有情也愣了。二嫂，那谁傻了？沈宗彦傻了？不应该啊，我下手没出过这么大的差错啊。参见公主。九月手一抬，直接往床边走。你傻了？应该没有，我就是好像忘记了好多事情。我就说怎么可能会傻，烧火上蒸笼，蒸一下就可以了。是不是酷刑吗？还能治病？旭玉公主的治疗方式果然是异于常人。旭玉公主的治疗方式果然是异于常人。趁着季有情去准备蒸笼什么的了，九月钻进药房去准备药材去了。
沈宗彦体内的毒和头皮上的银针对他的记忆总归是有点影响的，只能用蒸的方式结合药物来辅助唤醒他的记忆。公主说的蒸，是真的蒸啊！他起先真以为是开玩笑的，然后蒋旭南就恍恍惚惚的被九月吩咐着把沈宗彦抱到蒸笼里面去。一触到沈宗彦满是苍夷的身体，蒋旭南所有的心绪都没有了，只剩下难过。蒸笼里放了一根凳子，让沈宗彦坐着，自脚底板蒸腾而上的热气熏得人眼睛都睁不开，浑身的伤口也疼得不行，但沈宗彦愣是连吭都没有吭一声。九月站在架子上，手里拿着银针，三不五时的就给沈宗彦扎一针。沈将军和季青到院子里看到的就是这骇人的一幕，但谁也不敢说话。沈宗彦似有所感，微微睁开眼睛，看到院中那个半头银发却又精神奕奕的老人，来自血脉深处的羁绊让沈宗彦眼眶发红，嘴巴微张。儿啊！任谁看到自己的亲子遭这些罪，也没法无动于衷。沈宗彦记忆还未恢复，眼角先掉下了一滴泪。九月不能分心，只淡淡的对沈宗彦说了一句：集中精力。沈宗彦嗯了一声，忙闭上了眼睛。没过多大会儿，沈夫人、季昭眠连带着太子都赶到了，在院子里个个都汗如雨下，但谁也没有说要先进屋去。1个多时辰后，半昏迷的沈宗彦总算是结束了这酷刑一般的治疗。睁开眼睛的第一瞬间，那种清澈单纯的眸光消失，整个人的气势倏然变化。陛下，北蛮皇帝有意。开口就是王炸，屋子里的人神情都瞬间变得严肃。蒋旭南和英一立刻往外走，没一会儿就让人把整间屋子给包围了，确保不会有其他人听到这件事儿。我失踪后被人掳走，被关到了惠王养毒人的秘密基地。那时还没有人发现我的真实身份，只以为我是从战场上抓的俘虏。我一边在秘密基地被做各种试验，一边寻找机会逃离。在又一次被喂药之后，惠王带着个男人到了秘密基地。那男人和北蛮皇帝长得一模一样，但是那男人却对惠王毕恭毕敬。两人说是君臣，不如说皇上更像是惠王的下属，但这绝对不是一个皇上和臣子应该有的状态。后来沈宗生剿匪的事情发生了以后，惠王秘密去看过沈宗生一次。如今没什么事了，回去照着药方好好调理一下就可以了。后来沈宗生剿匪的事情发生了以后，惠王秘密去看过沈宗生一次。兄弟俩到底是双胞胎，那一模一样的长相让惠王几乎是立刻就想起了他，然后灌他毒药、扎针、下蛊、用刑。九月猜测的是对的，沈宗彦确实是惠王给他的试题。九月像是丝毫没有意识到治好沈宗彦他会面临什么危险，只淡淡的把开好的几张药方递给了沈将军。如今没什么事了，回去照着药方好好调理一下就可以了。沈将军手里捏着药方，眼里满是不舍和怜惜。公主，你们是不是忘记了我是九月，不是普通人？其他的我不敢保证，全身而退我是敢保证的。还是好好说说那什么北蛮皇帝的事吧。如今的北蛮皇帝可能是假的。当初父皇也曾猜测过，惠王因为身体有碍，所以皇位旁落，他怎么可能会甘心替北蛮皇帝做那么多的事情？如今想来，怕是那北蛮假皇帝的幕后之人就是惠王。太子有些等不及了，要先回去和丰原帝好好商量商量。临走前看着好似全然在状况外的九月，太子上前就弹了九月一个脑瓜崩。九月嗷的一声，追着太子就跑了出去。出了院子，看着满院子的护卫，太子甚至想要幼稚的对着九月来一个好在忍住了。九月，干嘛？你再敢弹我一下，我绝对要小心，一定要很小心。哼！最后还是扭扭捏捏、别别扭扭的来了一句：“我知道了。”九月很是无奈的看着季忆清，吩咐暗月阁的好手轮班保护他，实在是不知道说什么。九月生怕惠王不来找他，这几日几乎是见天的在外面蹦跶。今日有些特殊，
季有琴非要带着九月去隔壁街的成衣铺子去看衣服，在布庄里面跟个奇迹九月一样的换了一套又一套，等再换了一套出来之后，看季有琴抬头看了看时辰，这都看不出来有事的话，我就不是9月。既然季忆清费心费力的要给他惊喜，9月当然不能做一个扫兴的伴侣了。又在成衣铺子待了半个多时辰，季有琴才长出了一口气，这是成了。无奈地配合着季有琴拙劣的几个理由，出了成衣铺子。刚到季家所在的那条街，9月的眸光凌厉了一瞬，整个人身上杀气暴涨。为什么就偏偏得是今天呢？9月不想扫兴的，真的一点都不想扫兴的。但看着几乎被围了的季家，9月死死压着那点子杀意，在这节骨眼上，只能暂时委屈一下季忆清了。东家，看季忆清愿意为9月费这么大的功夫，身为9月最忠实的小迷弟，少卿当然是十分乐见其成的。从大门到他们所在的院子这一路上，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被红绸所系，甚至站在一边的丫鬟小厮都抹上了红胭脂，主打一个喜庆。9月定定地站在院子中央，树上挂着红布，上面满是季忆清写下的情话。9月走过去撩起一个看了看，真是难为季忆清这个含蓄的古代人了。知道9月不喜欢委婉和那些看不懂的古言，全是各种各样表达喜欢的直白话语。9月几乎都可以想象季忆清在写下这些字时满脸的红意。季忆清呢？大人去换喜服了。9月垂眸嗯了一声，耳边是呼呼的风声。还想走前看他一眼呢，还是算了，别把其他人牵扯进来了。放屋里就出去吧，我自有分寸。好。吩咐人把东西放进去之后，少卿急忙就往外面走，可千万不能误了季忆清的良辰吉时了。少卿在，不用太担心我。东家，去吧。直到出了院子，都不知道9月为何会突然说这么一句话，但后面还要安排的事情有些多，少卿很快就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其他了。9月转身进了屋内，他给季忆清买的那套薄如蝉翼的红衫放在床头的位置，旁边甚至还有红绸弄成的绳子，就像是在告诉9月，他任由他为所欲为。9月的手在上面摸了摸，笑得不能自已。不过片刻，9月换上了穿越之时来到这里穿的那套黑色作战服，藏在红色的喜袍里面，竟是丝毫瞧不出半点来。这套衣服本就是特制的，水浸火烧刀刺皆不能伤着穿着的人。9月将银针摆出，顺着作战服的纹理将银针一根一根的藏入，上上下下100根银针瞬间隐匿于无形。做完这一切，9月端坐在梳妆台前，执笔想要给季忆清留下什么，但墨汁滴到了纸上，浸透了纸张，最后也只留下了一句：我很喜欢季忆清，你布置的一切我都很喜欢，但我更喜欢你。9月抬眼看了看天，古代人的婚嫁仪式大多在黄昏，惠王是个会选择时间的。9月对着虚空说了一声：别煽了他们，跟着我就行了。隐在暗处的英一和蒋旭南等人面面相觑。我也试试钓鱼执法的感觉。您要亲自去抓那惠王就直说，还说什么钓鱼执法？是以几个人只能沉默地隐匿自己的身形，生怕被暗处的暗卫给发现了，他们就退缩了，就不来撸9月了。真是太难了。清风吹过，窗户无声无息地打开，而后屋子里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黑衣人。9月用一个药瓶把给季忆清留下的纸压住，起身整理了一下喜服，不动声色地插上季忆清给他的簪子，还往嘴里塞了一颗他研制的可以让狗狗闻到的药丸。身穿大红的美人美得不可方物，倒是让前来捉人以为会是一场恶战的暗卫愣了一下。公主殿下，请。9月轻蔑扫过，不过在触及其中一个人时停顿了一息。若是他没有看错的话，那双眼睛他曾在卓木的护卫里面见过。所以卓木到底是北蛮皇帝的种还是惠王的种呢？
若是惠王的种，那卓雅的事情惠王知道吗？车厢内一个暗卫藏在九月的身后，匕首直直地抵在九月的后腰。若是知道，卓木他们看似斗了个如火如荼，其实根本就没用。毕竟一切都在惠王的眼皮子底下。或许用卓雅来笼络能人，也有惠王出的那一份力，是个狠人啊。来前早就打点好了一切，九月一行人很快就来到了城门口。暗卫已经扮作了正常管家的模样，上前把录音等东西递给了守门的官兵。车厢内一个暗卫藏在九月的身后，匕首直直地抵在九月的后腰，帘子被掀开，九月抬眸看去，就见许久不见的沈宗生正骑马飞奔前来，一眼看到九月，瞳孔一缩，就想下马车行礼，而后被九月一记狠厉眼神直接硬控在马上。九月摸了摸下巴，拇指在自己的喉间轻轻一划，沈宗生立刻意识到九月的意思，迅速移开视线，帘子被放下。沈宗生把手中的令牌往正在检查九月他们马车的士兵身上一抛，检查快点。士兵仓促地看了看九月他们的马车，一挥手，马车颠簸了一下，缓缓出了城门。九月慢条斯理地擦着手上的血，地上暗卫抽搐着捂着自己的脖梗。我不喜欢别人用刀逼着我，你下次记着点。暗卫死不瞑目地瞪大着一双眼睛。一出城，马车飞快地往前跑去，所有人都没有想到事情会这么顺利，但只要能把九月带回去，谁还会想其他？沈宗生飞快地下了马，九月很明显是遇到了事情，他在外剿匪刚回来，并不知道惠王的事情。九月那架势不太像是出了事情，不过能让九月心甘情愿去的，肯定是大事。沈宗生在城门口迅速地找了几个士兵，找人分别去季家、皇宫、沈家传信。季青一身喜服，骑着马就奔到了近前。沈宗生看到季青的造型，还愣了一下。这是查到了，惠王应该是秘密潜入了京郊，但具体在哪里，暂时还不得而知。季青喘着粗气，鬼知道他喜气洋洋的准备去院子里找九月，结果只看到英一和蒋旭南留下的信息，进屋就看到九月留下的话，人都差点被吓疯了。季昭眠立刻就往皇宫去了，季青先带着暗月阁的人出城，尾端还有已经抽条的季维洲赶着板车，上面有好几条狗，地上还欢快地跑着一条，这是让狗狗们也可以轮班的。真是在季家人这里看到什么场景都不足为奇了呢。宫里此时也已经知道九月被惠王暗卫掳走的事情了，丰原帝发了好大的火。小兔崽子，这个小兔崽子，我安排了那么多人保护他，好嘛，还嫌慢了，非要去惠王老窝里钻一趟，真是气死我了。季昭眠跪在地上，怕是怕的，但还是敏锐地听出了丰原帝那生气下隐藏的关心爱护。父皇，现在怎么办？什么怎么办？还能怎么办？要朕教你吗？说着，丰原帝随手就从案桌上大力地丢了个令牌给太子。你亲自去京郊北大营调1000精兵。他奶奶的，真以为大齐无人了还是怎么？竟然来掳大齐的公主，惠王真是死得太慢了。本来他都准备好晚一点悄咪咪地出宫去观礼了，季青和九月成婚什么都没有，丰原帝想想都为那个小兔崽子委屈，这被搅扰了兴致，能不生气吗？是的，丰原帝自己说服自己，他是因为没有吃到席才这么生气的。要是九月知道了，大概会来一句：谁家因为没有吃到席弄1000精兵打上门的？太子立刻握紧令牌，季昭眠也很快跟了出来。他知道自己这种时候帮不上忙，但惠王此人狡诈阴险，他会骑马，也绝对会躲在精兵的后面，绝对不会给太子他们添麻烦的。直到太子看到季昭眠穿着一身不伦不类的盔甲站在兵士中，终于反应了过来，不是说盔甲不伦不类，而是因为季青和季昭眠都是文人，这盔甲一看就和他们不相符。九月敢只身前往，肯定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况且之前演练过很多次都没有出过事，所以这次肯定不会出事。太子想要上前去叫季昭眠回去，但一对上季昭眠殷切的眸光，太子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他和季昭民的心态大概是同样的，他们没法看着九月身陷险境还坐以待毙。是以太子只吩咐了2句，让季昭民绝对要保护好自己。季青已经带着少卿追上了九月他们一行人了，但季青这会儿也不敢贸然上前去了，只能远远的隐蔽的躲着。因为一进林子，那密密麻麻的人群让季青和少卿都有些意外。惠王为了捉住九月，真是下了大手笔了。他们并不是要在这里休整，他们只是不敢走大路，准备从林子里穿过去。季青他们一路跟着英一他们留下的信号，又加固了信号给季昭眠他们。对方的人数恐怕至少要有300人朝上，必须带更多的人来，才能毫发无伤地带九月回去。真是给足了九月的牌面啊！暗卫头头看到来接头的人，停下马车，鼻翼间立刻充斥着血腥味儿。暗卫头头动作飞快地打开马车门，九月慵懒地靠着，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他，地上是瞪着一双眼，显然早就没有了气息的暗卫。人是什么时候死的？我为什么一点都没察觉到？唰的一声，个个都抽出了兵器来，像是生怕九月突然暴起，把所有人都给杀了。九月抬高双手，美美的伸了个懒腰，而后骄矜的转身踢了一下车门。惠王这么穷的吗？马车这么小？暗卫头头咽了咽口水，看着这个一身红衣笑得明艳的女人，骨头里都充斥着恐惧的尖叫。九月确实如传闻中那般，是地狱归来的罗刹。九月从马车上跳下来，看了看高耸的山林，回了个头，歘的一声，刚刚把兵器放到鞘里的暗卫瞬间又把兵器抽了出来。倒也不必如此，我就是想问问接下来该怎么走而已。躲在暗处的英一和蒋旭南面面相觑。你说我们什么时候能有这个牌面？英一无语地看看蒋旭南一眼，觉得这人真是被九月给同化了。犹记得九月曾说过，若是他做保护人的暗卫，那就把所有有威胁的人都杀了，毕竟有威胁的人都死了，也就没有威胁了。别紧张，我就是问问接下来该怎么走。暗卫头头看着九月双手没有武器，身上也不像是能带武器的样子，明明该放松警惕，但是浑身上下连汗毛都在不停地告诉他，面前的这个女人有多危险。公主殿下，接下来怕是需要公主走路上山了。那走吧。说着，九月竟一马当先地走在了最前面，明明挟持人的暗卫们反倒个个跟在了九月的身后，活像是九月带领着一群跟班的。这哪像是被挟持啊？这是来游玩的话，这会不会太顺了？顺的好像这公主是故意跟着我们的。她就一个人，我们100多人，就算她武功再怎么高，也不可能能在这么多人的包围之下全身而退。这边太子带着的人看到季青他们留下的信号，好在季青他们也查到了惠王在京郊的地点。太子带了2门炮，季昭眠看到的时候整个人都惊呆了，想说不至于吧，但想起惠王那疯批程度，又觉得2门炮怕是不够。全速前进！京郊大营的兵士们立刻个个跟打了鸡血似的开始奔走。别怪他们激动，从平太县回来的那些个兵士们讲起和九月一起打架，是打仗。讲起和九月一起打仗，那简直是冒着星星眼的描述，眼里全是对九月的崇拜，就2个字形容：过瘾。所以个个都想着快点走，不然就九月那干脆利落的样子，他们去晚了恐怕连汤都喝不上一口，还得给人家洗碗。在场所有人从不认为九月一个人被掳走会出现任何问题，甚至还在心里默默地给那个老石子的惠王上了一把香。你说你掳谁不好，非要掳公主呢？你把阎罗王掳走了，这不是茅厕里打灯笼吗？九月这次是要彻底把惠王给摁死的。既然人都自己到大齐来了，这份大礼九月不孝纳都觉得对不起自己。这宅子不说占地1亩，半亩也该有的了，这惠王竟然就这么华丽丽的出现在了县城的宅子，我真是大隐隐于市。暗卫头头紧绷了一路的心弦，在看到目的地的瞬间终于松了不少。公主殿下请。惠王说过九月肯定不会心甘情愿地给他医治，所以他们尽量以礼相待，要把九月当作贵客来招待。
而后不管是门口的护卫，还是一路进到宅子里看到的丫鬟小厮，所有人看到九月的第一时间都是跪下磕头，嘴里高呼公主万安，公主万安，公主万安。甚至整个府里因为九月的到来张灯结彩，那架势不知道的还以为这里要办婚宴了呢。惠王倒是能屈能伸。而此时的惠王早就等在了正堂，特意做了新衣，换了造型，只为迎接九月，真可以说是扫踏相迎了。唉，不愧是皇室的，就算是个残疾人，瞧瞧人保养的，哪有40多岁老大叔的样子？长得怎么说呢？九月觉得季青年纪大了以后就该长这种模样，那是长得真带劲呐，就是没有季青强壮，所以九月不太喜欢。毕竟他不喜欢白斩鸡。公主殿下，本王腿脚不便，不能起身行礼，望公主殿下见谅。瞧瞧人家的态度，要不是知道你就是个笑面虎，骨子里平等的把所有人当作玩物，做下那么多罄竹难书的事情，还真是容易被他的表象给迷惑。九月嗯了一声，表示自己听到了，背着手在屋子里转了转。惠王任由九月转悠，他不敢小瞧九月，他甚至暗里都不放人，生怕暗里那些人来不及救他，全都是放在明面上的，把他给围了个严严实实，挤得满满当当。九月都只能从缝里看他，可想而知这惠王得有多么的怕死。我还以为有点新奇的呢，结果就这些个暗卫再厉害，还能比现代那拿着真枪实弹的保镖厉害？连高科技武器都没有办法挡我杀人，更何况还是在冷兵器古代了。九月背对着正堂的大门，手背在了身后，竖了下大拇指。躲在暗处的鹰一和蒋旭南，连带着鹰一带着的5个鹰眼和蒋旭南带着的10个太子护卫，所有人都诡异的沉默了一下，因为九月刚刚那个大拇指的意思就是开干了。可九月和惠王见面的时间连盏茶的功夫都不到，2个人话都只才说了2句，九月就要开干了。公主刚刚是不是发信号了？但是这谁家上来就直接开干呢？公主不问点什么吗？比如惠王有什么阴谋啊，怎么行事啊，不来个唇枪舌战什么的吗？至少得让惠王多讲几句吧。我看错了？忘记了九月最不喜欢打机锋，是人狠话不多的类型，一言不合就是干呢。鹰眼和太子护卫队的人在看到九月那个信号之后，感觉骨子里的血都热了一些。公主，你九月白皙的手指直接把喜袍给扯了下来，暗卫们反应迅速，个个飞奔上前，却未能捕捉到九月，只能看到一个身手敏捷黑漆漆的人影从眼前掠过，脖颈处太阳穴，眼睛只感觉到一阵刺痛。屋外隐蔽的鹰一等人也快速地冲了上来，瞬间就和屋内屋外的暗卫战成了一团。九月就这么一闪一闪地迅速接近惠王，用一种不可能达到的速度出现在惠王的面前。惠王手搭在轮椅的把手上，飞速地想要往后退。跑！只见九月带着笑意，犹如神明一般，砰的一声停在了他的面前。王爷，游戏结束了。惠王只感觉到眼前寒光一闪，九月右手手腕一翻，左手甚至还夹着根银针，那银针从惠王旁边持刀往下砍的暗卫左边太阳穴，横向着捅穿到右边太阳穴。暗卫没了。九月右手手术刀在惠王的脖子上转了一圈，歘的一声，直接把惠王的头给割下来了，动作快的只看到了残影。死！王爷！暗卫们撕心裂肺的大吼，甚至想不通这么短的时间，九月到底是怎么出手的。鹰一和蒋旭南也终于过5关斩6将的出现在九月的身后，3人立刻背对背，面对着一个接一个涌上来的北蛮暗卫。九月一脚将惠王的脑袋踢高，那北蛮暗卫的视线果然被惠王的脑袋给吸引了。只见九月的手上抓着刚刚割头的大刀，神挡杀神，佛挡杀佛一般的解决了出现在他面前的所有人。真没想到有朝一日我会这么放心的把自己的后背交给其他人。
屋外的季义清等人一听到院子里震天的动静，也什么都顾不得了，提刀的提刀，拿棍的拿棍，嚎叫着就把宅子的大门给冲了。季义清知道自己废，所以路上就买了东西，头顶铁锅，前胸和后背都绑着个木板，力求就算杀不到人，至少也不能给任何人拖后腿。随后宅子门口处就变成了按月阁的好手，上前或砍或宰或刺。季义清和少卿两个没什么武力值的人，一人提着一把不知道哪里捡来的长剑，管他对面是活的还是死的，看着个非我族类的人上前就是一剑，管他对面是活的还是死的，看着个非我族类的人上前就是一剑，主打一个绝不漏掉任何一个有可能活着的敌人。直到站到了院子里，堆起了另一个尸山。9月时不时的还会踢一脚快要落到地上的惠王脑袋。这可是诱饵，落地还得捡起来，多脏！英一和蒋旭南两个人虽然是一个丰原帝的护卫，一个是太子的护卫，说句老实话，他们真的没有打过这么酣畅淋漓的架。果然，跟着9月，没有最热血，只有更热血。本来累得半死不活的京郊大营的士兵，一眼看到那宅子门口的血，都知道9月这是开干了，也没个什么战术指示了，主打谁跑到前面谁就能杀人。后面那些个等不及的就开始翻墙了，一个接一个的。太子本来想象的是自己犹如天降战神一样出现在9月的面前，然后9月就星星眼崇拜地看着他，可不得把他给美坏了。结果到这一看，太子和季昭民连滚带爬的在院子里四处的找人，留活口，留几个活口，别都杀了！苍了天了，全杀了我们还怎么找线索？那北蛮皇帝还是个假的，还有好多事没有搞清楚，别都杀完了呀！哎，留几个活口啊！翻着那些个尸体，两个人没找到惠王，心里还在庆幸，还好惠王没死。当几个人看清眼前一幕，都有种眼前一黑的感觉。那站在一具又一具尸体上正杀得兴奋嚎叫的，不是9月还能是谁？还有他那历来一脸冷酷，永远公事公办没什么表情的护卫长，和那杀两个人还有哈哈的笑几声的，真的是一个人吗？鹰眼的人甚至戴着面具都能看得出他们在笑。最夸张的就是9月了，手上动作飞快的杀人就算了，杀几个人还要像踢毽子一样踢一个黑漆漆的东西，